咱们现在距离塞贡是150海里，到新加坡是550海里，其实就差了1个小时。可是塞贡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新加坡的。可有些病不能耽误。是，如果这名旅客现在是昏迷状态，那咱们肯定是备驾。可他已经醒了呀。可这位旅客他现在非常虚弱，他没有准确的判断力，他的父亲又不懂得飞行状况。但我们作为机组，有责任为他的生命安全做权衡考量。这就是我权衡考量之后的决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速度，尽快到达新加坡，好让患者尽早就医。机长，人命关天，还是备驾吧。你干什么？你又要自作主张，不听机长命令？继续飞新加坡，速度调到最大。也选最大速度，马赫数.87。为缩短飞行时间，申请直飞。Blue Air 805, Whiskey 5. Follow the green to get Charlie 26, which is the closest to you, and the ambulance is ready now. Copy that, Whiskey 5. Follow the green to Charlie 26, Blue Air 805. 冯总，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到达会场差不多是2点，3点签约，时间充裕的。小亮，我们到了。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小亮，小亮，先生，先生，先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颈动脉搏动消失，意识消失，失去意识，抬到前服务舱。慢点，来，接着我来，接着我来，来，小心小心。来，请，走走走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吐着药，吐着药，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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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好，慢点慢点。好，拿下。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你醒醒啊！宇恒，通知其他旅客在座位上稍等，不要透露具体原因，然后马上联系驾驶舱。好。女士们、先生们，由于特殊情况，暂时无法安排下机，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Ladies and gentlemen,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机组正在处理，请大家先配合做好，谢谢大家，谢谢了。什么？医生，你在这儿守着，我出去看看。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孩子？小亮，你醒醒啊！小亮，
小亮，你别吓我呀！你醒醒，小亮，你醒醒啊！小亮，在这边。 What do you have? We will be doing CPR for 10 minutes. I'm taking over now. Okay. Come on. No breathing. 2, 3, 4, 5, 6, 7, 8, 9, 10. Breathe out. It's not breathing. No heart rate or pulse. After CPR, there's no sign of life. 他说的啥？我儿子怎么了？小亮，你要坚持住，小亮，小亮。刚刚不是说有好转吗？怎么忽然？落地之前我还观察过他有气息，可是刚刚在叫他就。 这不是送到医院去了吗？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很好，会有希望的，对吧？机长，我先去安排旅客下机。哦，等下，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尽快的填写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回国以后我要上报公司。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受采访。好。哎呀，梁总，哎好，冯总，你好，辛苦了。哎呀，非常抱歉，因为天气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在广州住了一夜，刚才到。辛苦辛苦。给你介绍一下哈，这是飞行部部长江涛，梁总久仰 ，Welcome。飞行部副部长顾南田，您好，梁总，欢迎。这是机务维修部部长李战，你好，梁总。你好。 我也是 engineer 出身，看来我们是老同行啊。那有机会我跟您多学学。我现在已经是外行了，该向您请教才对。怎么样，今天飞行还顺利吧？是，很顺利。顺利就好，请坐。请。那冯总，我们抓紧时间把签署流程对一下，好吗？好的。 南亭哥，刚刚从医院传来消息，那名旅客没有救回来。
小姐，夏夏说你最喜欢吃黑胡椒蟹了，要不要点一份啊？要不要给你点份面啊？不用管我，你们吃，我出去透口气。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你是飞行员，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你早点到，我儿子就死不了。早点到了，有医生救他，我儿子就能活下来。为什么不救他？对不起，叔叔。我们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我和他妈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儿子不该死的，我儿子该活着的，都是你们。你赔我！老先生，冷静点，不是他的错。老先生，冷静点。老先生，您儿子去世了，我们一样感到很难过。作为这次航班的机长呢，我代表我们机组的所有人。机长，是。你是机长，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我们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你赔我的儿子，你赔我的儿子，你赔我的儿子。一定要看好这个老先生啊！哎，他现在情绪很激动了，千万别出什么意外了。另外，他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尽快告诉我，我们尽量满足他。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10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
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她。她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她反应过度，急速带杆，最后飞机失速。这不怪你。我不该放任他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他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调整好情绪，不然我不会同意你作为副驾驶和我一起飞下午的航班。你刚落地啊？哦，江部长找我谈话，可能是想聊聊那个视频的事儿吧。我陪你上去。哎，不用。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嘛。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你。那我先走了。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你都看到了吧？嗯，我看了。哎，要不加点糖还是奶啊？哦，
不用。好，谢谢。小陈啊，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塞贡机场这一段，你就不要提了，好吧？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塞贡可以备降的事情？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如果把塞贡机场备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甚至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晕倒的旅客已经恢复意识，目前暂时情况稳定。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Saigon Control, Blue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啊，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耽误您的仕途，啊，有点得不偿失了。
我当时听到卫生间有异响，然后我过去一看，发现郭先生已经昏倒在地上了。郭先生当时心跳和呼吸都还有，但病情不详。我就发送客舱广播寻找医生，并第一时间向机长进行了汇报。在旅客刚刚发病的时候，我联系过管制。管制在接到我的备降申请以后，他说立即安排。后来江机长看到病人情况有好转，就让我们直飞新加坡，没去备降。我们当时没有备降，一方面因为病人情况转危为安，另外一方面，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贡机场，因为特殊的原因，跑道关闭了。塞贡机场11点03分因场务检查跑道暂时关闭，不接受任何备降，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飞往新加坡。陈强，你是说当时塞贡机场有备降条件？当时是在申请，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说不可以。和另外2位表明，当时塞贡机场没有备降条件。还有陆空对话，也表明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文字记录。还有原始录音。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Kansa 26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eran 221.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过这段录音。这段录音显示的是 UTC 时间当日上午4点03分。而在这个时间，你去了客舱，所以没听到，很正常。是这样吗？我中途的确是去了客舱，了解旅客的情况。但是当我返回驾驶舱的时候，江机长可从来都没有提过塞贡机场跑道关闭的事情啊。是，我是没有提，因为当时我专注于飞行，我考虑的是如何能尽快的飞到新加坡，而没有纠结之前的事情。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谢部长，借你电脑用一下。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这不对啊！我记得我出去再回来的时候，听到江机长说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为什么这个录音里没有这句话？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我说过吗？我确定，我没有说过，你记错了。不可能，我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有说过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录音里呢？你是在质疑什么？录音是塞贡空管局直接提供的。另外，这里还有2架外航飞机在同一时间点上在塞贡机场上空盘旋的记录。所有的存档信息都显示，机场没有任何航班起降。后来最先降落的就是那2架外航飞机。机场关闭会发通告，
我们有查过吗？这个已经落实过了。跑道只是突发性的短时间关闭，塞贡机场没有发布公告，也是符合规定的。这事情很清楚了，死者的家属很悲痛，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陆航无需担责。机组和乘务组对旅客做了尽力施救，而旅客去世也是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导致，与航班没有关系，公司的确没有责任。江部长，您上周单独找我谈过话，让我在调查会上不要提及我去申请备降的事情。既然都不能备降，那您为什么要让我隐瞒呢？是，上周我找过程潇。最近关于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我当时找程潇，就是希望他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作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飞好每一次航班，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应对每一条议论。程潇，我很不解，你今天为什么？你在质疑什么？质疑这段录音的真实性？质疑塞贡机场为何没有发布临时关闭跑道的通告？还是质疑一个有着2万多飞行记录的资深飞行员呢？如果你跟我有什么个人意见，那我们回飞行部好好谈，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谢部长，请法务部将资料的副本传给对方的律师，我想对方不会再纠缠不放了。小张，谢部长，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很自责，可当时根本没有备降的可能，所以你们真的已经尽力了。我当时联络管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让我们稍等，但是怎么会这么巧，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机场就关闭了？机场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更何况录音都在那儿。好了，别多想了，飞好以后的每一次，来弥补你内心的遗憾。谢部长，那您先忙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再见。程潇，怎么了？调查会有结果没？我说了，不想麻烦你，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来，进来说。你
的意思是，你怀疑这个录音有问题？我想不到其他可能。我和江部长有时候虽然理念不合，但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合格的机长。伪造录音这件事太严重了。你确定你听到那句话吗？你也不相信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件事还需要查证。我会找到证据的。我先走了。程潇。程潇离开驾驶舱去看旅客状况的时候，就你和江部长在驾驶舱。当时塞贡区域的管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啊，这个调查会的时候我都说过了。能请你再跟我说一遍吗？部长，不是有陆空对话录音吗？您要是想听详细的对话，让安监部的人给您调取一下吧。请你再复述一遍。我就是再复述一遍，也和调查会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呀，不早了，豆豆明天要考试，我还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我先撤了。玉成。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反常？哎，今天的复盘会你打算怎么说呀？我想咱就照实说呗。这个，当时飞机上的乘客也没有积极要求咱们备降，您的决定加速直飞也是合规合理的，不存在什么责不责任的问题啊。即使我没有被追责，外界的人会怎么想啊？会怎么评价？会认为我江涛没有尽全力的挽救生命，这会成为某些人攻击我的把柄，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看第7页就行了。塞贡机场跑道临时关闭。姐夫，这……别紧张，塞贡那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
没问题。谢谢姐夫。对不起，顾部长，关于805航班的事情，您不要再问我了，我知道的都已经说过了。Mr. Gu, uncertain the ground-to-air conversation. I gave you a copy of the original file. If you still have doubts, you can come to Sigon and listen to the original. We can provide all the data you need for reference. Okay.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Thanks.救救他！Here we have. Actually, we are keeping all the recordings. Okay.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This is what it is. Why I couldn't find a note from Saigon Airport said the runway was closed. The runway was closed because of the rul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we had only 15 minutes. That's why they didn't give an ounce. Who are the captains of Gansa 263 and Marines 221? I don't know them. Can I have a copy of the recording? I gave one already to Luzhou Airlines, but I can email you another copy if you need. Thank you very much.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Mm-hmm. Why do you doubt about this copy? There is something bad happened at that time? I'm not at liberty to say. Sure. Thank you, Mr. Ran. Sure. Bye. Go listen to the recordings. Also, there is no problem, but he still have very much doubt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documents. And he asked for the contact info of the other two captains in the same airspace. I don't know them. Okay, I see. Jan, don't create me a problem.
这个小区就是郭老先生的儿子家。公关部的说，郭老先生应该就住在这儿。不过具体的门牌号他们还在问。哎，那我们在这儿坐着等会儿吧，走。不过小小啊，这我怎么想，这江部长这么做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的确是听到了。你说我撒这谎有意义吗？我不是不相信你，咱们这不是没证据吗？驾驶舱录音呢？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内存有限，最多只能保存2个小时的录音。如果当时不提取的话，就会被后面的录音覆盖掉，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不到。问到了，走。石洞，这儿。101。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还是打不通。庄律师昨天跟我说，这个案子咱赢不了了，鲁航那边都有证据，他劝我们撤诉。撤诉？啥意思啊？就是不告他们了。不告他们，我们儿子白走了，他们连个说法都没有。可律师现在联系不上，我都打了好多遍了。你把钱给他了？之前给的是现金，剩下的早上我去银行都打给他了。我们俩的钱，还有小亮留下的钱，你都给他了。他说需要各种调查取证，再说你不给钱，人家也不干呀。老郭，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不会的，不会的，他跟我签了合同，我给你拿合同看啊。他说了，这合同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这合同你看得懂吗？这律师你是哪找的吗你？笑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我想帮郭老先生找一位律师，帮着旅客告我们陆航。你这样被别人知道了，你不是说江部长和公司都没有责任吗？那你找律师也告不赢啊。从法律上来讲，江部长的确无责。但是事实情况是，他作为机长，他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危作为唯一考量，而是在他的决断当中掺杂了利益。你该不会是想揭发江部长吧？不管是旅客家属还是公司，都有权利知道所有的真相。江部长应该向公司交代实情，更应该向旅客家属道歉。
可是你上哪儿找证据去呢？我在想，那两个机长，什么机长？陆空对话的那两个外航机长，他们俩是肯定知道当时机场跑道到底有没有关闭的。但是你上哪儿找到他们两个？这些信息都是不公开的吧？航空公司也都会保密的呀。江部长，蓝天，你干嘛呢？不好意思，吓我一跳你。抱歉，前台说您刚下来，我找您有急事。你这出差去了？找我什么事儿？我希望以陆航飞行部的官方身份，给高沙和米勒发一封公函，让他们提供805航班事件当日那2位机长的联系方式，以及盘旋情况的说明。你是在质疑当时陆空对话的真实性是吧？现在被旅客和外界怀疑的是陆航。我想除了录音，如果还有另外2位机长能佐证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更能证明陆航的清白。你说的没错，可你想过吗？这份公函一发出去，那其他的公司怎么看咱们陆航？就为了所谓的进一步的证明，就要默认当时的事情是有问题的，是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呀？好了，这个事情公司会处理好的，你不必多虑了。快回去休息吧。你来找我？有些事我要当面跟你说。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s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za 26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eran 221. 这文件你是从哪儿拿到的？塞贡空管档案室。你特意去塞贡了？当时在塞贡上空盘旋的另外2位机长也很重要。我向江部长申请发公函去对方公司找人，但被他驳回了。不过，我要到的2家公司所有在职飞行员的名录，总共6577名。现在正在考虑排查方法。谢谢。目前为止，还是证明不了什么。我想把这些疑点告诉郭老先生他们。江部长的所作所为属于公司和行业内部的调查范畴，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805航班上的合规处置。是，我知道，可是他做了伪证，他骗了所有人。即使家属方知道了录音作假的事情，陆航无责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但是网上的风暴会愈演愈烈，这其中的利弊关系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谢谢你帮我。飞行员名单和录音
麻烦发我一份。先走了。对了，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程潇，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牵连进去。放心，我有数。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za 26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iran 221.请进。南亭哥，安全手册草案的目录都整理好了，电子版也发你邮箱了。辛苦了。是不是又熬夜了？小熬了一下，今天不飞嘛，本来想拉着肖姐一块弄，效率能高点，可是她最近又焦头烂额的。他最近怎么了？他这2天一直在打听擅长民事官司的律师。久等了，谢谢你啊，帮忙介绍律师。不用那么客气，正好我老家有个学法律的同学，以前跟这个刘律师打过交道，他是法律援助顾问，专门帮助弱势群体。听说了郭老先生的事儿以后，他愿意无偿帮忙。别呀，不用无偿，律师费我们该交，我来交。毕竟郭老先生已经很困难了。可是程小姐，旅客现在要告我们公司，你找律师帮旅客，这样真的好吗？宇航，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公司都是无责的。我就是觉得这样对待郭老先生太不公平了。放心吧，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刘律师来了。李小姐，你好，刘律师，这是程机长。你好，程潇。陈机长好。刘律师您坐。宇航，你先去忙吧，就不用一直陪着我们了。那刘律师，我先走了。好。刘律师，请坐。好。陈局长，我就开门见山吧。啊。郭老先生想要告赢陆航难度很大，以目前您给我的材料来看，缺少关键证据，情况会非常不利。这案子我可以办，但我也实话实说吧，打赢官司的概率非常低。南亭哥，程小姐让我先回去。他不想让你牵扯太多。其实我没事儿的。你能帮忙联系到合适的律师，就已经解决最大的难题了。哎，你为什么不进去啊？让程小姐知道，其实是你在帮她。他的性格不愿连累别人。南亭哥，我不会让今天的事儿传到公司里面的。
谢谢。九爸，这只是初动的开始。明天我会给陆航法务部正式发律师函，但是向法院递交起诉书前，我需要见一下被告人，看看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性。郭老先生那边我会问清诉求，他不用去，但是我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去。我去能干什么呀？哦，是这样的，我请您就是希望您能做郭老先生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您尽力的帮帮他，但是我不想参与这个案子。可是篡改录音文件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啊，现在还没有正面有力的证据，能起到作用的就是您的旁证了。如果您能出席调解会，势必会给对方造成压力，或许根本就不用开庭，就能在庭外和解了。可是，我知道您的为难，但是打官司是讲证据的。如果您真的不方便的话，我们再从长计议吧。刘律师，如果庭外和解的话，几率有多大？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您不去，和解的可能性为0。法务部来电话了，说收到了805航班逝者家属的律师函。既然现在公司惹上了麻烦，就要积极的应对，以正视听。我会跟公司的公关部和法务部打招呼，到时候你就作为公司的代表出面，好吧？行，谢谢徐总支持。姐夫，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顾南亭问过咱们备降的事儿，我什么都没说。顾南亭管这个闲事干什么？一个程潇就够烦人的了，这2个人真是讨厌。站在谁的立场上啊？端着公司的碗，要砸公司的锅。姐夫，这个陆空对话被修改过的证据，要是被别人找到交到对方律师手里，这事儿就复杂了。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不说了吗？万无一失。我觉得这事儿您就去找徐总说一说，现在这么做也是为了陆航的名声着想，不是吗？其实当初我也想过去找一下死者的父亲，跟他好好聊聊，争取和解。我甚至还给他准备了一笔抚恤金。可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了。如果程潇和顾南亭再来找你，你别受他们影响。朱总，您放心吧。去忙吧。
陆潇，刘律师，你先等我一下。啊。今天是调解会，你为什么会来？我来做原告方的证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但我还是决定了。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的证词，可能还有点用。说不定今天能给江部长一些压力，就能庭外和解了。江部长只是连带责任人，被起诉的可是整个陆航。你现在一冲动上去，只会被认为你要与陆航为敌。你考虑过后果吗？我相信陆航的职业操守。你确定你现在上去就一定能解决？不确定，但是试了总比不试强。我先上去了。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啊，怎么处理比较好？关键是，你说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道理是吧？这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很明朗，是吧？还要从长计议。好啊，他们来了。刘律师来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刘成刘律师，这是我们陆航法务部的陈部长，那位是江涛机长，那位是林依晨观察员，这是8动5航班的副驾驶陈潇。哦，陈潇今天是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席的。那请坐吧。谢谢。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可以开始了。等等，等一下，我方律师。到了。方律师到了。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您是搞法律的，应该会对这个案子的最终走向有个判断。现在这个程潇，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接站在了原告的立场上。你说这么闹下去，即便我想保他，那公司其他的领导也很难容忍。轻则开除，重则永远不会在这个行业再干下去了。江部长恐怕不知道吧？我真的不希望陈潇继续当飞行员。哦，我自荐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不收代理费。为什么呀？以我对我女儿的了解，她很可能头脑一发热，成为原告的证人。如果我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的话，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让陈潇断了阵脚，这样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先提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作为死者的父亲，郭老先生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认错。对于郭晓亮先生的不幸离世，我方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行业先锋，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愿意为死者的家属呢提供一笔慰问金。那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商量的，但是我方希望这一切都是私下的，不做任何曝光。郭老先生明确主张，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道歉。很抱歉，我们不能承认没有做错的事情。大家呢都是专业人士，关于民用航空法里的法条，我不用再阐述了吧。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在飞机上，郭晓亮先生对机组明确表示了他是没有病史，但是这是近1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焦虑、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还有，这是他去世前1周在8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所有证据呢都显示，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刘律师，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江机长，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822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所以，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陆航作为承运人，并没有做到尽力救助。郭先生在发病之后，我们的乘务人员马上开始尽全力施救，然后我以飞机能够安全飞行的最快速度飞行。落地之后，乘务人员又给郭先生进行了心肺复苏，直到医务人员上来。可以说，我们全机组人员为了挽救郭先生的生命，已经是全力以赴了。但很遗憾，还是没能够挽回。但为什么不去备降呢？您的副驾驶提及，飞机在塞贡东南侧海域上空时，由他亲口向塞贡管制申请过备降。当他出去查看病人情况后，再次返回驾驶舱，您却已经决定取消备降，直飞新加坡，导致死者错失了最好的抢救时机。刘律师，这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飞机不备降，所以让郭先生失去了生命。即使当时备降了，一样不可能确保郭先生可以生还。但备降至少能赢得更多生还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却被江机长有意地错过了。什么叫有意啊？如果飞机备降在塞贡，郭先生不幸去世，那贵方是不是也可以说，去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的可能性被江机长有意地错过了呢？因此，民用航空法里才做了明确的规定，当航班上发生此类情况的时候，机长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无论机长选择备降还是直飞，都是合法合规的。既然是这样，那江机长为什么要修改塞贡的陆空对话录音？什么？修改录音？修改录音跟本案是没有因果关联的，更何况，您能举证吗？我是 XD 8-5航班的机组成员，陆空对话录音与我记忆不符，漏掉了江机长说的病人情况已经好转，所以这个录音是被修改过的。那贵方拿到过当时的录音原始文件进行比对吗？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为这位员工因为工作的矛盾造谣诽谤呢？方律师，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起码的工作原则都不要了吗？看看，这就开始了。方律师，我们不该把矛头对准到证人身上吗？刘律师，无论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还是民法典中的违约责任，贵方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仅凭这位证人的一面之词，你觉得法庭会采信吗？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让老先生费神耗力，最后落得一场空呢？老先生要的是真相和道歉。你所谓的真相，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程潇，请不要把个人矛盾放在如此严肃的场合。江机长，对于录音的事情，您真的问心无愧吗？我们很同情郭老先生一家，但是这个和解条件是我们的底线。刘律师，我希望您能为您的当事人好好的考虑一下。我回去跟我的当事人再商议一下。看不下去了，就这样吧。行，可以。那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行。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先出去一下。小常，你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啊，好。希望你赶紧撤销你的委托合同。我是一名律师，代理谁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以公谋私也是律师的自由吗？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你以为我愿意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吗？你不明白我的诉求吗？一直以来我的诉求只有一个。你乖乖的听我话，不做飞行员了，我马上撤销我的委托合同。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不是你的私有财产。我不让你当飞行员了，不让你飞了，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我是你的妈妈，我能害你吗？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喜欢这个职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从小到大就这样逼我，当妈的不应该支持自己孩子完成梦想吗？做飞行员怎么了？触动你哪个神经了？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执意要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对你真的很失望。我去，不会是真的假的？你看看这个。真的假的？这怎么能是真的？你看这评论都很那什么。你看什么评论都不脑。那而且，随便弄一张照片就开始在这。随便看什么呢？那也没什么。张哥。没看什么。我看看。
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怎么说？我去过赛国，拿到了录音文件，和公司手里的没区别。不过，我也分别接触了林依晨和江部长。我的判断是，你的意思是，江涛真有问题？是。录音文件从源头上就被改掉了，很难鉴别。但我有些自己的计划，我还准备汇报给徐总。难怪陈潇反应那么大。如果真是这样，江涛真是太糊涂了。师傅，我知道您跟江部长是老同事。你把你师傅想成什么人？身体出现了问题，讳疾忌医未必是上策。很多时候，短暂的阵痛才能焕发新生。你有病啊！洗澡怎么不锁门呢？你咋不知道敲门呢？我哪知道你在里头啊？我刚把那洗发水要放里边。再说了，你们俩洗澡不都在里屋吗？那里屋洗耳道堵了呀！我上哪知道去啊？说，你看到什么了？我什么都没看到，就白花花的一片。敢说你看到了？夏至，你最近减肥挺有成效啊！啊？你不是说什么都没看到吗？你哎，别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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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班！赶紧上班！赶紧上班！这给你。苏总，怎么了？喝水。谢谢谭部长。小陈啊，在刚才的调解会上，我仔细听取了你们交流的信息。这么说吧，如果江部长真的犯了错，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绝不姑息的。可问题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你一个人的证词啊。但我的证词是我真实的所见所闻，我愿意对此负责。那我听说，你之前跟江部长在工作上，是不是有点误会啊？我是如实作证，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因素。我知道，我知道。小陈啊，自从你进了公司客运部，应该也经历过不少沟沟坎坎啊。你现在很快就要升机长了，在公司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所以，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是陆航人，还是要站在陆航一边的。谭部长，我想您是误会了。首先，我这样做和我跟江部长之前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我明明知道真相，还去故意隐瞒。我觉得这样对不起我的职业，也对不起我进陆航那天我们所说的诚实守信的誓言。
小小啊，你和你妈妈碰上了？刚在公司开了调解会，他已经走了。哦，你们没有吵架吧？方律师很职业，也很不职业。本来我是要请假跟去的，可是你妈妈跟我下了最后通牒，说我只要去洛州，她就跟我离婚。这2天我急得什么似的，刚才开庭啊，差点说错话。爸，别担心，我跟我妈公事公办，不会有事的。别和你妈妈吵架，不管有什么问题，爸爸来想办法，总是能解决的啊。知道啦，你注意休息。哎，好。挂了。哎，你听说了吗？程潇为了帮旅客跟公司打官司的事儿，这人没什么毛病吧？我看那照片，他胆子也太大了。他帮别人打自己公司官司，他前程是不要了吗？唉，自从他来了科研部吧，整天闹得鸡飞狗跳，处处在那刷存在感，这不，直接刷成白眼狼了。哎呀，好久没上来了。哎呀，哎呀，真羡慕你啊！啊？还笑得出来？真是难为你了啊！你说家里头这么反对你，你竟然能坚持到现在。他给你提了什么条件？让你解雇我？真不愧是律师的女儿，聪明。不过你母亲提的条件，我不忍心答应。毕竟一直以来我都是把你当人才来培养的，解雇你，我怎么做得出来呀？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呢？程潇啊，你说你打从来客运部到现在一直就不顺，什么原因呢？啊？你是不是跟这儿八字不合呀？尽管不顺呢，你也算是攒够了3000小时的精力时间了。以这个资历，任何一家航司都会很快给你放机长的。你的聘用合同里呢是有辞职赔偿金的，这一块儿我会给你免除的，顺便再给你开一封优秀的介绍信。你是知道的，在这个业内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在心是什么呀？一会儿找来我妈，一会儿又给我抛出这些诱饵。你要不做这么多，我还就真的相信那个录音了。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会给你时间，让你好好考虑的。不过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呢，恐怕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能再飞行了，啊！为安全起见，我会让机组资源处停掉你所有的航班。在接下来这一段很长的空闲时间里，我希望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顺便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unza 263. 调解会开完了。顾部长好。顾部长好。当然，我已经把程潇停飞了，这不是咱们之间的约定吗？行，那再见了，方律师，咱们保持联络啊。江部长，你把程潇停飞了。没错，他最近的情绪状态完全失控，我认为他短期内无法直飞航班。你是有什么异议啊？程潇的行为的确有过激的地方，但说他情绪失控，我认为不妥。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训诫谈话，纠正思想。可是我已经把报告递交到总裁办了，徐总刚刚的批复。南亭，你抄错门了。飞行部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往上提交？你知道的，程潇可一直都是徐总最关注的女飞。停飞多久？后续怎么处置？这个，那得看徐总的意见了。江部长，我郑重请求您，跟我一起去请示徐总，重新商议对程潇的处置。可我认为目前的处置很恰当。我知道了。南天哥，肖姐在酒吧喝多了，我们谁都劝不住她。
这儿呢。怎么回事？肖姐不是被停飞了吗？我们就想着陪她喝喝酒消消愁，可谁知道她一喝就停不下来了。听说今天下午的调解会，程小姐妈妈来了，江部长还请她当了陆航的委托律师。你们两个先进去把另一个弄走。那小姐呢？我想办法，快去。大芝啊，是啊，妮儿，你刚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喝不过我想走？你不是说要回家吗？怎么还在这儿啊？回家干什么呀？我要在这儿陪潇潇。哎，好了，不喝了啊。你不是说有瓶特别好的酒，一定要让小姐尝一下吗？不信你问宇航。好酒？对，夏夏，你确实说过。走。哦，哦，潇潇，你等着我啊，我回去给你拿好酒。我走不动了。站着。你背我。你这么沉，我哪背得动啊？你胡说！早上偷看我洗澡的时候还说我瘦呢。这都是个误会。走了。走了。我背着，哎呦，这么沉。张天，我们先走了。打不老的。温柔夜空里，心为何不平静？再次飞向你，眼你未留轨迹，盼生直到你身影变得清晰，融入你专属的空域里。